突然听到了和杜卡罗有关的消息。苏无忌的眼睛先是眯了一眯，随后笑道：白大小姐，你还真是神通广大啊。白木哥没什么表情地说道：希望你接下来不要被我的神通广大吓到。苏无忌也笑起来：那倒不会，说不定会越陷越深。白木哥似乎有些心事，没接这句话，而是带着苏无忌围着赌场绕了大半圈。这时候，远处的一张桌子忽然起了争执声，有一个赌客在操着太轮雨大喊大叫，几个安保立刻把他按倒，拖了出去。怎么了这是？苏无忌说道：输的太多失控了。白木哥说道：应该是出老千被抓了现行。出老千？苏无忌笑了笑：这里任何作弊器都带不进来，纯靠手法出千。不清楚。白木哥指了指头顶上密密麻麻的摄像头，但任何老千都无处遁形。这个时候，一个中年男人快步走了过来。老板，这就是白木哥口中的王东南。他留着短平头，看起来面色黝黑，结实的肌肉把衣服撑起来，体脂率看起来着实很低，眼神里的光很锐利。苏无忌一眼就看出来，这家伙挺能打的，手上应该沾了不少血。怎么回事？白木哥问道。王东南说道：出千被发现了，就这2天，这家伙已经赢了1700多万了。白木哥淡淡说道：拖了2天才发现。王东南似乎感受到了无形却又磅礴的压迫力，立刻低头收起了自己的锐利眼光，说道：抱歉老板，是我的疏忽。苏无忌插嘴问道：你们一般会怎么处罚这个老千终身进入赌场？面对这个问题，王东南犹豫了一下，似乎不知道该不该回答。白木哥说道：对他不需要有任何的隐瞒，怎么做的就怎么说。见到白木哥这么信任自己，让苏无忌的心情也随之变得很好。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苏无忌总感觉在来到缅因之后，自己与白木哥之间的微妙关系又往前跨越了一大步。只是对于看不透的白木哥而言，他这主动揭开面纱，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考量？不过苏无忌的心里隐隐觉得有点巧合，白木哥拉着自己跑到缅因北部，许家烟那边也查到了杜卡罗组织的亚洲总部，就在这儿。2件事情巧之又巧地撞到一起去了。而追杀杜卡罗小分队的江晚星，偏偏带着特勤组主力去了华夏的最北边。说吧。白木哥又说道。是。王东南说道。对于刚刚那个老千，我们的处理方式一般情况下是很温柔的，基本上就是哪只手出的千，剁掉哪只手。苏无忌笑了一下。确实挺温柔，比活埋了强。白木哥看了王东南一眼，补充道：以前也有被他活埋的。王东南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是的。我们先上去休息。白木哥说道。中午的时候把餐饭和电子账册一起送来。王东南立刻应道：是老板。不过他看了看苏无忌，犹豫了一下，又问道：老板，也要给这位先生安排一个房间吗？白木哥淡淡说道：以后也喊他老板。苏无忌再次瞪圆了眼睛。白为你唱的这是哪一出啊？当着王东南的面，他差点把白木哥的真名给喊出来了。白木哥又看向王东南。从此以后，这位新老板说出来的话和我有一样的效果。
王东南似乎稍有意外，但没有任何犹豫，再度应了一声。是。苏无忌看了他一眼，先别听这女人的，我还没答应呢。白木哥又说道，不用给新老板单独开个房间，他和我住在一起。王东南的眼里明显闪过了震惊之意。这么久，他可从来没见过老板把男人带回来过。难道这是个软饭男？赌场每年那么恐怖的收入，难道老板本人舍得拱手相送？就在王东南震惊的时候，白木哥已经拉上了苏无忌，走到了电梯里。楼上都是客房，豪华程度能比得上传统5星级酒店。白木哥说道，这里一切都在向澳门看齐，除了女人。苏无忌由衷点头。一个女人能打下这么大的家业，真的佩服。白木哥看了他一眼，面无表情。说了多少遍了，是我表哥。苏无忌。两人一路来到了厂房的最顶层，这是管理人员居住和办公的楼层，出电梯还需要输密码。经过走廊，连着过了几道密码门，白木哥说道，现在这里面就是我的空间了。好家伙，真是够大的。苏无忌一眼望去，起码得有上千平方。除了大的要命的客厅和卧室之外，还有一大片健身器械区，甚至还有一个30米长的狭长泳池。把门一关上，和外面就是一个完全隔绝的世界里，就算白木哥在这里面光着身子乱跑，也没有任何人能看到。你一夜没睡可以补个觉。白木哥把苏无忌拉到卧室门口，说道，这么大的地方就一张床，我睡这儿，你睡哪里的？苏无忌看了看身边戴着面具的女人，要不咱俩继续在一张床上凑合凑合。这家伙想的确实挺美好的。然而一贯慵懒的白木哥却说道，我在飞机上睡足了，得锻炼身体，现在是我的游泳时间。说罢，他面无表情地走到了衣帽间，开始换衣服。苏无忌喊道，我也挺喜欢游泳的。白木哥的声音传出来，你死了这条心，这里没有男士泳裤。于是苏无忌和白木哥一起泡澡的想法破灭了。这说明苏无忌的格局还不够打开，谁说游泳一定得穿衣服的？苏无忌也没有多少困意，就蹲在泳池边等白木哥换好衣服，准备大摇大摆的观摩。几分钟后，后者光着脚走出来，居然是一身竞速泳装，除了2条大白腿之外，关键地方几乎没有一丁点暴露在外。穿这种泳衣不勒得慌？苏无忌问道。白木哥根本没搭理他，直接跳下泳池，动作流畅之极，宛若一条灵动之极的鱼儿。他游了足足1个小时才上岸。苏无忌已经在躺椅上打起了呼噜了。白木哥把身上的水随便擦了擦，直接穿着泳装又练起了力量。如果苏无忌这时候睁开眼，看到白木哥的杠铃片数，怕是得惊掉下巴。到了中午时分，睡得正香的苏无忌忽然睁开了眼睛，因为有人捏住了他的鼻子。醒了就好，起来吃饭。淡淡的声音响起。做这个亲昵捏鼻子动作的，居然是白木哥。这是女王给男宠的甜头，这也太反差了。苏无忌揉了揉睡眼，忽然觉得受宠若惊，似乎有种刚谈恋爱的小甜蜜。丰盛的饭菜已经摆上了桌，白木哥换回了运动装，仍旧戴着轻薄的龟皮面具，坐在苏无忌对面，小口的吃饭。话说你之前对这个王东南说我也是这儿的老板是什么意思？苏无忌问道。
就是字面意思。白木哥喝了一口汤，连眼皮都没抬起来，淡淡说道：这表现和刚刚捏苏无忌鼻子的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人。苏无忌道：我对于当赌场老板没有半点兴趣。白木哥：那对于当赌场老板的男人呢？苏无忌的眼珠子又瞪圆了。是我开玩笑的。白木哥就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一样。这个赌场还挺赚钱的，几乎能算得上是整个缅因最大的赌场了。我总不能交给白旭阳那个蠢货吧？我干不了。苏无忌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你不如直接交给那个王东南，我看他把这儿管理得挺好的。白木哥说道。他不行。哪里不行？白木哥淡淡道。有反骨。什么？苏无忌一愣。怎么看出来的？白木哥说道。今年从1月份到现在，他贪了4个亿，以为我看不出来？好家伙，搞赌场真赚钱。苏无忌说道。你既然知道他搞了这么多钱，还要把他留在这儿？白木哥摇了摇头。有一个问题我还没想好，所以暂时还没到动手的时候。你说的是什么问题？苏无忌说道。我帮你想想。白木哥看了看他，说道：是让这个赌场在你这个新老板的带领下发扬光大，还是趁着接下来的动乱把这里彻底毁掉？苏无忌的注意力完全在后半句话上了。接下来的动乱什么意思？白木哥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小口粥，说道：你快点吃，距离氪金帮反叛军到达赌场最多不超过半小时，这样的肥鸭谁都想要。苏无忌瞪圆了眼睛。大姐，你既然有了这样的情报，为什么不提前说，还能悠哉悠哉的游泳健身？白木哥头都不抬，喝光最后一口粥。这不是有你在吗？苏无忌说道。你可别开玩笑，我一个人怎么能对付得了整个反叛军？白木哥轻轻擦完了嘴巴，深深地看了苏无忌一眼。我确实没谈过恋爱。苏无忌，他有点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话锋一转，突然说起这个来，这个弯拐的也太急了。白木哥的眼底有一抹不可能被任何人察觉的温和。和你在卫生间里那次，确实是初吻。苏无忌咧嘴一笑。巧了，咱俩一样。白木哥的眼光如水，淡淡说道：以往我做所有的事情都是谋而后动，但只有你的出现，让我这一段时间出现了点意外和漏洞。苏无忌，彼此，我也没想到自己的初吻竟然就这么便宜你了。对于他这种回答，白木哥的心里却并没有想要将这家伙揍一顿的冲动。他轻轻摇了摇头。无忌。苏无忌一愣，这还是白木哥在正经状态下第一次这样称呼他。上一次这么喊，还是在酒桌上故意挑衅江晚星的时候。白木哥说道：接下来的时间里，如果我表现出了一些让你不适的地方，你就……苏无忌的心莫名一紧。就什么？白木哥转身看向窗外，眸子里映着缅北的纷乱山水，声音轻而淡。你就当做你从来没有去过东环山，也从来没有救下过东方夜魅，要我当做从来没认识你。苏无忌莫名觉得此时白木哥的表现看起来有些感伤。他其实一直不认为对方和自己之间有多少真感情，绝大部分的暧昧接触都是误打误撞。
此时在这方面的经验不是很丰富的苏小处，只能认为眼前的这个女人肯定很看重他的初吻。一定是这个理由。苏无忌走到了白木哥的背后，就像上次在卫生间里唇枪舌剑过后一样，伸出了手环住了对方的纤腰。他右手的掌心紧紧地贴在对方的平坦小腹上。白旭阳总说你是有情感淡漠症，苏无忌说道。现在你这纠结的样子，不会是爱上我了吧？沉默了1分钟，白木哥冷冷一笑，把苏无忌的手从腰间挪开。别总借机占我便宜啊！烦死了，再摸下去，老娘的身体又想让你多摸一会了。白小哥就不能争气点，不要一碰就想哭。白木哥之前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居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变数。只是和那最终的目标相比，区区一个初吻又算得了什么？至于白小哥的感受，重要吗？这时候门铃声响了起来，白木哥转身拍了苏无忌的胸口一下。下次别随随便便碰我，后果很严重的，怕你承担不了。说完，他便去打开了这片独立空间的门。王东南走了进来，说道：两位老板发生了一点事情。发生了你不能处理的事情。白木哥淡淡问道。苏无忌看着王东南，分明看到了对方眼里的锐利光芒。克钦帮独立军的哥杜拉将军想要来赌场看看，向我们学习一下开设赌场的经验。刚刚托人给我打了电话，说……王东南显得有些无奈。他们说半小时之后就能到达赌场。听了这句话，白木哥微嘲一笑。向我们学习经验，是要让我们向他们称臣纳贡，还是直接来抢夺赌场的？王东南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我不确定，请老板定夺。如果真要和克钦帮独立军打起来，我们的安保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苏无忌若有所思地看了白木哥一眼，随后问向王东南：王总你怎么看这事儿？王东南说道：这个哥杜拉将军的胃口一直很大，最近反叛军在扩军有些缺钱，我看如果能一次性多花点钱把他打发走，也省心。白木哥淡淡说道：4个亿华夏币够不够？王东南没想到老板这么爽快，说道：4个亿应该是够了。只是这个数字怎么有点熟悉？他的心开始本能地提了起来。那你就去把今年摊掉的4个亿拿出来，交给他们就是了。白木哥淡淡道。王东南额头上的冷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他深吸了一口气：老板，您这是什么意思？恕我愚钝，不明白。你有什么不明白的？白木哥淡淡说道：经你手带走的那4个亿，现在已经洗干净，存在新加坡的野村证券了。王东南立刻深深鞠躬：老板请赎罪。虽然在午饭的时候才把电子账册送上来，但王东南很确定的是，账册表面绝对看不出任何的问题，老板却能够把资金流向说得如此清楚，说明他早就掌握了自己贪污洗钱的证据。苏无忌倒是觉得这王东南的认错态度有点过于好了，按照常理来说，负隅顽抗一番才是合适的故事走向。白木哥摇了摇头，语气里仍旧不含一丝一毫的感情。你以往每年拿个几千万，我都没有敲打过你，这次胃口开得太大了。王东南狠狠给自己脸上抽了一巴掌。老板，
都怪我贪欲太重，请您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白木哥的语气里不含一丝感情。行了，下去吧。是，王东南转身就走，但临出门前还是问了一句：老板，之前哥杜拉将军的秘书打电话来，专门说将军要见您，您看？白木哥冷笑：他们怎么知道我来了？难道在这赌场里有内应？王东南只能说道：属下不知。去吧。白木哥说道：如果哥杜拉将军真来了，我就去见见他。等王东南走后，苏无忌说道：这家伙刚刚起码对你动了2次杀心。不重要。白木哥的语气淡淡：我从未把他放在眼里。苏无忌接过话头：那被你放在眼里的是什么我吗？白木哥盯着他的眼睛，认真地看了看。你太大了，我的眼睛装不下。要是许家烟也在这里，8成得接上一句：你别的地方肯定能装得下。但苏无忌总觉得这句话似乎有着某些深意。20分钟后，从远处驶来了10几台军车，直接逼近了厂区大门。白木哥已经和苏无忌走下了楼，至于王东南则是一直等在厂区大院里。守在门口的安保见状，立刻觉得有些头疼。显然这些人的军装就是克钦帮独立军。白木哥正倚靠在厂房门口的柱子上，哪怕不露真容，此刻的气质看起来也着实有些慵懒。他挥了挥手，厂区的那些安保便立刻持枪回撤，以免被反叛军下了武器。从最前方的吉普车上跳下来了一个戴着深红色贝雷帽的男人，他个头不高，精瘦却显得异常结实，手指的关节处布满了厚茧。他的皮肤被缅北的烈日镀出了一层深铜色，眼睛狭长而微陷，嘴唇始终抿成一条直线，显然平日里不苟言笑。这就是格杜拉，他的左耳垂上戴着一枚磨损的银环，这是克钦帮男子的传统饰物。可这银环配上他的脸型与表情，给人带来一种很阴狠的感觉。苏无忌说道：看起来不简单呢。他一眼就判断出来，这个哥杜拉将军的真实水平应该不次于当初去刺杀穆千羽的那2个缅因顶级杀手。白木哥说道：这个哥杜拉是克钦帮反叛军的3号人物，实力很强，目前掌管整个反叛军的财政大权，看势头迟早要成为这支队伍的老大。顿了顿，白木哥说道：如果他能一直活下去的话。苏无忌咧嘴一笑：要是咱们来到这儿的第1天直接把这哥杜拉弄死了，那缅北可就乱成一锅粥了。白木哥的唇角微微牵扯了一下，看起来像是轻轻一笑。可是这简单的表情却让那张被面具覆盖的脸陡然间生动了许多。苏无忌看得愣了愣。白木哥说道：暂时没必要留着他，我还有用。苏无忌笑了笑：听起来这克钦帮反叛军你才是老大。他说完，忽然觉得白大小姐刚刚那句话似曾相识，好像自己抓住那个赏金猎人莫雷蒂的时候，白木哥就是这么讲的。而直到现在，自己一直都没有把莫雷蒂转交给白木哥，后者也一直没有再提过这事儿。白木哥说道：这反叛军太低端了，本大小姐可看不上。这语气里莫名带上了一丝傲娇的意味，这种傲娇感偏偏还很勾人。
哥杜拉下了车，双手叉腰，站在厂区的大院子里，看着10几台大巴车，他的狭长眼睛里明显的有一抹火热之意。在缅因北边这地方有人，就代表有钱。哥杜拉说道。这赌场的风水好啊，能聚人就能聚财。这一出口，居然是还算标准的华夏语，只是嗓音极为沙哑，句子末尾会带着克钦邦独有的硬质喉音，入耳有些不太舒服。哥杜拉将军，王东南立刻上前说道：抱歉，让您久等了，老板今天才来。能说出这句话，就证明他们之间早有联系。你做得很好。哥杜拉拍了拍王东南的肩膀。我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王东南下意识地往白木哥的方向看了一眼。我们老板不太同意。一个女人罢了，在缅北这块土地上，女人只有依靠男人才能活得久。哥杜拉说着，也看向了白木哥的方向。很普通的一张脸，却莫名有着一股让哥杜拉无法形容的气质。紧接着，哥杜拉便看到了白木哥的身材，哪怕穿着宽松的黑色运动服，也仍旧显得无比流畅，每一处的曲线都彰显着女性的超级美感、成熟、韵味、活力，竟是聚齐了。哪怕哥杜拉此生阅女无数，夜夜笙歌，此刻也不由得被这身材给狠狠惊艳了一番。他忍不住地说道：和这身材相比，这张脸有点配不上，但这身材真是完美。啧啧。王东南当然明白哥杜拉的意思，顺口给苏无忌拉了波仇恨。站在我们老板旁边的那个男人，好像是老板的男朋友，两人已经住在一起了。哥杜拉沉着脸说道：那可真是让人羡慕。看到白木哥和苏无忌站在100米开外没动弹，他的眼睛里涌现出了一抹不悦，冷声说道：把你们老板喊过来，这是欢迎本将军应该有的态度吗？王东南立刻快步跑到白木哥的身边说道：两位老板哥杜拉将军，请你们过去一趟。白木哥淡淡问道：你和他建立联系多久了？老板，现在说这些其实不重要，我从来没想过要背叛你。王东南顾左右而言他，白木哥却摇了摇头，声音之中不含一丝感情。苏梅岛的那通街区有一处别墅，你的老婆和2个孩子就住在里面。哦，还有2个佣人。听了这句话，王东南面色都然白了。老板，你要干什么？他常年在危险边缘行走，把老婆孩子一直藏得很好，过2年就转移到新地方居住，这次居然被白木哥查了出来。白木哥淡淡地看了王东南一眼，眼睛里没有丝毫怜悯，说道：好好表现，不然你老婆和孩子就要被沉到暹罗湾里去了。听到这儿，王东南的脸色已经骤然变白，而一旁的苏无忌则是看了白木哥一眼，这一眼里有着微微的诧异，也有着后知后觉的了然。怪不得之前白木哥会对他说出那句如果接下来看到了让你不适的事情，就当从没认识我之类的话来。确实绑架妻儿有点不像是正道所为。不过苏无忌虽然有点不适应白木哥现在的风格，但也明白对方愿意在他面前揭开更多的面纱，这就是对他信任的表现。起码这在2人的相处上不算是一件坏事。老板，求求你放过他们。王东南立刻深深鞠躬，他看着地面，额头上的冷汗大滴大滴地滴落而下，但是眼睛里却有杀机闪过。白木哥压根没看这个手下悍将，
目光则是看向哥杜拉将军的方向，淡淡的说道：我说过，看你的表现，你若是让我满意，你的老婆孩子就能安然无恙地活下去。王东南咬着牙应了一声：是。他现在恨不得把白木哥千刀万剐，但却不得不暂时听命于他。然而这时候哥杜拉的眼神里已经涌现出了非常明显的不耐烦之意。他带着亲卫队已经朝着这边走过来了。王东南连忙迎上去说道：哥杜拉将军，我们老板已说了，您难得来一趟，一定会让您满意。哥杜拉冷冷地看了王东南一眼，说道：王东南，我现在已经不信任你了，我要和你们老板直接谈。好，一切都听哥杜拉先生的安排。王东南跟在旁边，眼光闪烁，显然此刻心思已经转得飞快。而这时候白木哥已经主动拉起了苏无忌的手，朝着这边迎了过来。见此，哥杜拉的表情阴沉了几分，朝着苏无忌看了几眼，嘴角泛起残忍的冷笑。苏无忌尽管知道白木哥是故意做戏给哥杜拉看，可猝不及防之下被十指相扣，一时间小处男的本性暴露，心脏砰砰直跳，脸庞都有些热了起来。然而此刻的白木哥还戴着龟皮面具呢，压根看不出任何的面色变化。哥杜拉走到白木哥的面前说道：早就听闻这个赌场的白老板是个华夏女人，没想到这么年轻，身材还这么好，正是我喜欢的类型。白木哥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化名，别人都叫他白老板，却根本没有人能把这位赌场的实际控制人和远在华夏首都的那位大家闺秀联想到一起。哥杜拉说完，目光极具侵略性的在白木哥的身上来回打量了一番，笑道：越看越美妙。苏无忌眯了眯眼睛，对方的目光让他心里明显有些不舒服，于是他一把将白木哥扯到了自己的身侧，说道：我是这赌场的新任老板，你如果要谈什么条件就和我谈。看到苏无忌的举动，白木哥一下子笑了。他也说不上为什么，本来平平淡淡的心情忽然就好起来了。紧接着白木哥的眼光微微一凛，心生警惕，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该影响自己的情绪。更何况苏无忌此刻只是做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寻常小动作而已。又砸自己脚了吗？白木哥在心中轻轻叹道：呵呵，一个小白脸而已，还没有资格和我谈。哥杜拉呵呵一笑：我知道谁是真正的老板。然而下一秒，跟在哥杜拉身边的亲卫队员便赫然发现自己的脑袋被一把枪顶住了，而顶住他脑袋的那把枪就是这队员自己的。此刻枪柄就握在苏无忌的手里。这个亲卫队员完全想不明白自己是什么时候被人把枪摸走了的。哥杜拉将军，现在我有资格和你谈了吗？苏无忌眯了一下眼睛，冷笑着说道。其余的亲卫队员已经全部举起了手中的枪，对准了苏无忌。而那个心怀鬼胎的王东南则是盯着这个被他忽略了的小白脸，眼神闪烁的更厉害了。白木哥的美瞳后面带着微微的笑意，没有任何动作，也丝毫不紧张，似乎乐得在苏无忌的身边当个小女人。哥杜拉的双手背在身后，仍旧显得很放松，说道：这位年轻的新任老板，你知不知道，你就算是有空手夺枪的本领，又能挡得住我这么多人的射击吗？苏无忌冷笑，仍旧举着枪。要不试一试？哥杜拉沉声说道。
本将军的确是来谈合作的，你们难道不想听一听吗？苏无忌根本不想听对方要开出什么合作的条件，他冷冷一笑：如果哥杜拉将军是来参观赌场的，那么我欢迎；如果想要直接明抢，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态度。说罢，一道紫色电光骤然从众人的眼前亮起，周围那几个拿枪指着苏无忌脑袋的亲卫队员，赫然发现他们的手腕动脉居然全部被那一道紫光切开了，割腕了。5-6条枪同时掉落在地，鲜血从他们手腕处喷涌出来。确切地说，他们不止血管被切断，就连腕骨都被锋利的紫芒削开了一半。那一声接着一声的惨叫，让在场的其他反叛军成员都感觉到了心颤。没有人注意到，当那一道紫色剑芒亮起来的时候，白木哥的眼睛顿时为之一亮。只是这亮光之中似乎还藏着一抹复杂。反叛军成员都在等待哥杜拉的命令，可是后者却笑了起来，说道：都把枪放下吧，不要和我们的新朋友起了冲突。然而这时候，砰，无忌却开了一枪。这一枪正中那个被他夺枪的亲卫队员小腹，后者捂着肚子倒地惨叫，一把匕首从这家伙的另外一只手里掉了出来。原来在刚刚苏无忌用枪指着他的时候，这个队员一直暗地里酝酿着反击。我并没有想和你成为朋友，哥杜拉将军。苏无忌淡淡说着，把弹匣拆掉，把枪随手一扔。哥杜拉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声音骤然变冷：可是你难道没想过，在缅因北部地区得罪了独立军，你这赌场还真的能开得下去？苏无忌微微一笑：你们盯上了赌场这块肥肉，想要吃下去，又怕消化不良，这种犹犹豫豫的做事方式，似乎并不是哥杜拉将军的风格。哥杜拉盯着苏无忌：告诉我，你的底气是什么？苏无忌微笑着说道：我的底气就是这个。说罢，他举起右手打了个响指。随着他的这个动作，一道火线直接从远处山顶爆射出来，精准地落在了哥杜拉的那台吉普车之上。剧烈的爆炸声随之爆发而出，那吉普车瞬间炸燃成了一团熊熊大火。白木哥的眼神先是微微一凛，随后又笑了。他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一副看戏的悠哉样子，唇角翘起来之后就没有抚平过。看到附近的山上居然埋伏了单兵火箭筒，哥杜拉的表情无比阴沉。苏无忌微笑着说道：我这个新老板也不是白当的，不如哥杜拉将军猜一猜，这山上除了火箭筒之外，还有没有迫击炮？好好好。哥杜拉深吸了一口气，盯着苏无忌：我还真是看走了眼，没想到华夏居然又来了一条郭江龙。苏无忌说道：将军还要继续参观赌场吗？哥杜拉自知遇到了硬茬子，冷冷说道：我记住你了，用你们华夏语来讲，后会有期。说罢，他转身就走。而王东南没想到哥杜拉居然这么快就选择撤了，一时间六神无主。如果今天哥杜拉吃不掉自家的白老板，那么他的妻儿肯定保不住。想着这一切，王东南看了白木哥一眼，似乎是下了什么决心，眼睛里的狠辣一闪而逝。白木哥也看到了他的眼光，但表情始终淡淡的，完全看不出来任何的心情。将军，将军！王东南扭头追向哥杜拉，喊道：我这里还有4个亿，愿意作为投诚将军的献礼。哥杜拉脚步一顿，扭头看向王东南，
本来阴沉到极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笑意。好，很好，起码今天没有白跑。于是王东南便跟着哥杜拉上了军车。看着独立军的车队开走，苏无忌看了看白木哥。王东南是要去为了老婆孩子刺杀哥杜拉？白木哥淡淡答道。应该是吧。苏无忌又问道。你早就料到王东南会这么做？苏无忌。所以你只是用王东南妻儿的性命故意刺激他，事实上你并没有绑了他的老婆孩子，对不对？白木哥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的双手仍旧插在口袋里，似乎是在说一件和他完全无关的事情。我懒得动手，顺手借一下哥杜拉的刀，让他来帮我除掉叛徒。此时在离去的军车上，王东南和哥杜拉并肩坐在后排。将军，你看，我的钱全部存在新加坡野村证券的账户里，我知道将军也有新加坡账户，现在就可以把钱转给您。说这话的时候，王东南大概判断了一下自己和哥杜拉之间的距离，如果突然发难，用匕首插进对方的胸口，应该可一击必杀。为了老婆孩子的性命，他只能冒着风险这么做。然而当王东南打开账户界面的时候，手却猛然抖了一下，因为自己的账户总资产居然是0。在10分钟之前，所有的钱都被转走了。果然，自己的手机在10分钟前还收到了短信提示，只是那时候苏无忌正用紫色软件划开了好几个人的手腕，以至于王东南的注意力根本不在自己的手机提示音上。账户里没钱，你玩我？哥杜拉的表情瞬间变得狰狞起来。王东南难以置信地喊道：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就算是白老板也不可能转走我账户的钱呢。能操作着账户的，除了王东南本人，就只有他老婆了。而这时候，王东南的手机响了起来，一看来电，正是他老婆。将军，我接个电话。王东南向哥杜拉请示道。哥杜拉冷冷一笑：好，我要看看你到底还想玩什么花样。电话一接通，王东南立刻说道：老婆，你和孩子们现在安全吗？白老板有没有威胁你们的人身安全？如果他要把你们……然而电话那边的老婆却说道：你账户里的4个亿我转走了。什么？王东南刹那间被打击得面色发白，缓了几秒钟才吼道：你为什么要把钱全部转走？他老婆说道：你老板给了我2个选择，如果我不转账，结果就是我们和你一起死，要么……然后呢？王东南的情绪已经失控了。要么我转出这4个亿，你老板就送我和孩子们去新加坡生活，还留给我们1个亿。这个选择的结果就是，只需要你一个人死。顿了顿，这老婆说道：我选择了第2个。说完，电话挂断。被老婆出卖，王东南的表情瞬间变得毫无生机。亏自己之前还想方设法要救他们，真是太精彩了！你们的老板真是个会玩弄人性的厉害人物。哥杜拉拔出了配枪，狰狞一笑。已经失魂落魄的王东南压根没注意到哥杜拉的这个拔枪动作，下一秒他的身体便是狠狠一震。哥杜拉扣下了扳机，鲜血溅满了车窗。外面打得这么激烈，又是枪响又是炮炸的，可是愣是没有一个赌客从赌场里跑出来。他们正在处于多巴胺剧烈分泌的兴头上，就算是地震都赶不走。
你什么时候在旁边的山上藏了单兵火箭筒？白木哥问道。苏无忌笑了笑，这里是缅因北部，想要搞到几件武器，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了。白木哥歪头看了看他，你在本地有朋友？苏无忌笑道。怎么啊，就只准东方夜魅神神秘秘，我就不能有点别的身份？其实白木哥也知道，苏无忌在来到这赌场之后就发了个定位出去，必然是已经提前做过了相关的安排了。只是对方做了这一切，却没有告知自己。虽然之前看热闹的时候觉得还挺惊喜，可现在白木哥莫名有种不被信任的感觉。虽然他对苏无忌隐藏的秘密更多，似乎是看穿了白木哥那突然变得不那么高兴的心情。苏无忌强行解释了一句：我做这些准备主要是针对杜卡罗，既然他们的亚洲总部就在缅因北部，来都来了，呵呵。不得不说，杜卡罗的高层真的很会选址。缅因北部地区不就是个最好的拐卖天堂吗？哦，白木哥淡淡的应了一声。你现在要去对付他呢吗？我要等一个朋友来。苏无忌说道。就是那个女人。他差点把女流氓这3个字脱口而出。白木哥的眼光淡淡，又说道：到时候需要什么武器，赌场这边都可以给你提供。苏无忌上下看了看他，眼光里似有深意，好像是在判断对方的战斗力。你要不要一起去？白木哥摇了摇头。是你要去对付杜卡罗，又不是我。苏无忌撇撇嘴。你这话就有点伤感情了。白木哥呵呵一笑。你被伤了吗？那倒没有。苏无忌也笑道。当时被相府满围着的时候，你在车上也说不关你事，可回头就下车替我撑腰，一口一个小男人，喊得比谁都欢实。白木哥继续冷笑。这次太危险了，我可不会帮忙，我也没那个实力和身手。苏无忌看着他，忽然往前跨了一步，捏住了对方的下巴，直接凑上去亲了一口。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白木哥一时间不知道要说什么了。你神经病吗？苏无忌微笑道。你嘴巴那么硬，可亲起来却挺软的。说完，这家伙就背着双手悠哉悠哉地去赌场其他牌桌前溜达了。白木哥仍旧怔在原地，淡淡的绯色悄然爬上面具下的俏脸。10几秒钟之后，他才咬了咬牙。混蛋！亲一下就跑，算什么男人？下午，赌场又来了几台大巴车。一个戴着墨镜和口罩，穿着浅灰色紧身运动装的女人走了下来。她这身运动装更像是练瑜伽时候的瑜伽服，身体的大部分曲线都被暴露得一清二楚。只是这女人偏偏在腰间系了一条小裙子，堪堪遮住了瑜伽裤最有意思的地方。这所产生的视觉效果，就像是看姑娘健身或者游泳视频的时候，腰间被打了一层轻薄的马赛克。当然，这么一遮，也让男人的探索欲直接拉满。这和卓林宇之前喜欢的那种打扮稍微有些类似，只是这女人的身材明显要比小卓同学热辣得多，成熟的韵味十足，那种魅惑力简直肆意流淌。许家嫣来了。亲爱的，我到了。许家嫣并未带着行李去排队安检和搜身，而是先在院子里打了个电话，问道：你在哪儿呢？苏无忌说道：我下去接你。白木哥的声音在一旁响起：你要把他带到我这来？这话语又恢复了往常的冷冷淡淡。不行嘛。
苏无忌电话都还没挂呢，就问道。白木哥双手插在裤兜里，看着窗外，头也不回地说道：不行。不知道为什么，苏无忌一看他双手插兜的动作，就想把手掌重重打到那把裤子绷紧了的翘屁股上去。许家烟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来：哇哦，亲爱的，我有情敌出现了吗？苏无忌说道：情敌个屁，你在楼下老老实实等着，别乱跑。白木哥随后说道：让服务生给他随便开个房间住，我不想露面。这话语非常冷淡，似乎每一个字都充满了不欢迎。哼！苏无忌哈哈一笑，绕到了白木哥的面前，呵呵一笑，笑容里明显带上了挑衅和嘲讽的意味。看你这样子还说不吃醋。其实白木哥决定不和许家烟见面，反而让苏无忌松了一口气。毕竟以这两人的性子，一旦真的见了面，还不知道得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来呢。然而白木哥看着苏无忌的挑衅目光，忽然唇角勾起，微微一笑。那就如你所愿，我陪你一起下楼，去迎接他。苏无忌一下子就后悔了，自己闲得蛋疼，非得没事找事。刚刚直接就泼下驴，世界不就和谐了吗？看到苏无忌的表情凝固在脸上，白木哥顺手挎上了他的胳膊，于是他便感觉到对方的整个身体都变得僵硬了。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和那个女人清清白白的吗？白木哥微嘲地问道。怎么紧张了？苏无忌：确实是清白的，但主要是怕你俩打起来。白木哥呵呵一笑。打起来？为了争你？苏无忌摸了摸鼻子，有点尴尬。呵，我这么优秀的男人，难道不值得一争吗？白木哥本想嘲笑一下，但是莫名却把笑容收住了，反而很认真地思考了几秒钟，道：勉勉强强。苏无忌对这个答案很满意。反正一会儿见到了就当朋友相处，我朋友就是你朋友，不要整出什么幺蛾子来。白木哥冷笑反问：你是用什么身份对我说出这句话来的？我的男人？苏无忌讪讪地闭上了嘴巴，但是白木哥却并未松开挎着他胳膊的手。当两人并肩出现在许家烟的视线之中时，后者立刻冲了过来，直接就要抱住苏无忌。然而后者却一伸手，轻车熟路地按在了瑜伽服的胸口，把许家烟毫不客气地推开。都推变形了。许家烟有些微微幽怨，每次都这样大老远的来找你，还要被你推开，只知道推开，你怎么不直接把我推倒呢？白木哥没说话，轻轻一哼，似乎对苏无忌刚刚手按住的对方很不满意。许家烟看向白木哥，又看了看挎在一起的胳膊，问道：这位姐姐是你女朋友？苏无忌：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然而许家烟却没等他说完，直接大大方方地伸出手来，笑容之中都透着热情。姐姐你好，我叫许家烟，苏无忌的未来炮友。这一句话把苏无忌雷得外焦里嫩。你快把嘴巴闭上吧，求求你了。许家烟娇哼了一声。哎呀，人家太高兴了嘛，一见到你嘴巴就合不拢了。苏无忌真是被撩拨得浑身僵硬，眼看着就要一个头两个大了。这位姐姐，你叫什么名字啊？许家烟问道。你可以叫我冬妹，是这个赌场的老板。白木哥说道。许家烟又看了看两人挎在一起的胳膊，笑了一下。冬妹姐姐，你和无忌睡过觉了吗？苏无忌尴尬的想跑，他咳嗽了两声，
刚要说话，然而白木哥却说道：“确实睡过觉。”虽然俩人在床上什么都没干，但确实搂着睡过觉啊。白大小姐并不觉得自己这么说有什么问题。咳。某人的咳嗽声变得更加剧烈了。许家烟却并未表现出一丁点吃醋的模样，反而跑到白木哥的身边，挎住了他的另外一条胳膊。冬梅姐姐，那你来说说，无忌在床上的表现怎么样？有什么经验可以提前和我分享一下的？看来这妹子对自己的定位极为清晰，就是炮友苏无忌。许家烟，你要是再不正经点，就别想指望我帮你的忙了。好了，不问了。许家烟撅了撅嘴，走到苏无忌的另外一边，挎住了他的另外一条胳膊。走吧，咱们去房间办点正事。看到许家烟这么大方的抢男人，白木哥却松开了自己的手，说道：“服务生会把房卡给你们，动静小点。”说完，他转身就走，那背影潇洒的要命。苏无忌喊道：“为我能闹出什么动静来呀？”许家烟目送着白木哥离开，说道：“这姐姐有点厉害，就算她不喜欢男人，在女人圈子里也能通杀啊。”苏无忌拉着许家烟的行李箱，正色说道：“走吧，从现在开始，别发骚，认真点。我们面对的可能是杜卡罗的亚洲总部，稍不留神都有可能尸骨全无。”都听你的。许家烟挽着苏无忌的胳膊：“喂，你真和那个姐姐睡了？”苏无忌一阵无语：“睡了，但没干。”我猜也是。许家烟顺口说了一句：“她那个龟皮面具的逼真度太高了，我差点没发现，真人肯定很漂亮。”苏无忌看了他一眼，但也没细说。“你的眼光还挺毒辣。”许家烟娇声道：“还有更毒辣的地方呢，你要不要尝一尝？”到了房间，他打开了平板电脑，调出了一张地形图，说道：“这就是银月组织获得的杜卡罗总部平面图，位于一个诈骗园区的核心区域，防御森严，不仅有杜卡罗的近100名猎杀者，还有2个欧洲精英佣兵小队参与防御，楼顶上常年设的机枪阵地。”苏无忌仔细研究着平面图，说道：“是一场恶战啊。”许家烟说道：“就怕咱俩人手不够，我应该向银月多要点人来的。”危险重重，但收益和风险成正比的。苏无忌眯了眯眼睛：“好不容易来了一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许家烟撅着屁股往苏无忌的大腿上一坐，扭头单手搂住了他的脖子，嘴唇中的热气喷吐在对方的耳垂上，轻声说道：“亲爱的，你怎么知道我属虎？”苏无忌直接把许家烟抱起来丢在床上，没好气地说道：“我们是来打仗的，你要是再不分场合的浪，我现在就回国。”好了，我改还不行吗？许家烟重新坐到苏无忌的身边，挽着他的胳膊，柔软的重量压在他的小臂上。这不是你在身边，搞得我有点心神不宁吗？苏无忌把胳膊从山脚下抽出来，说道：“杜卡罗的亚洲负责人叫什么？”许家烟说道：“名字叫霍伯特，在杜卡罗全球高层中排名第5，据说早年也是5星猎杀者出身，身手很强，为人谨慎。”“好，你需要睡觉吗？”苏无忌问道。许家烟的眼睛一亮：“你想和我睡觉？”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你要是不需要休息，就收拾一下，准备出发，探一探虎穴里的情况。”许家烟俏脸恰到好处的一红，往床上一趴：“你现在就可以探。”苏无忌看了看许家烟那一身性感的瑜伽服，把想入股的念头从脑海里赶出去，没好气地说道：“还有把这身衣服脱了，太招蜂引蝶了。”“行，都听你的。”许家烟应了一声，
直接当着苏无忌的面开始拉开了上衣的拉链。深不见底的海沟已经出现，大片的白皙山峦眼看着就要暴露出来了。哎，你差不多行了。苏无忌说着起身走了出去。我在门口等你麻利点。逗你玩的，看你害怕的样子。许家烟不满地哼了一声，脱掉了上衣。在赌场顶层的超大套房里，白木哥正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看着许家烟换衣服的画面。后者身材的所有细节全都映入白木哥的眼睛里。没错，白木哥给许家烟所挑的房间里装有隐秘的监控，还不止一个。在此之前，当他看到苏无忌把许家烟抱起来丢到一边的时候，眼光稍稍柔和了2分。可当他看到许家烟在脱了衣服之后，身材居然火辣成这个样子，表情又随之恢复了冷淡。天底下没有不偷腥的猫。白木哥冷冷哼了一声，更何况这么性感的猫，我不信你能把持得住。紧接着他又看到只穿着贴身衣物的许家烟撅着屁股从中箱子里掏出了一个面具，套在了头上。白木哥冷笑，都是老手了。然而等许家烟换好了衣服，戴好了面具，却忽然看向了摄像头，还眨了一下眼睛，嫣然一笑。白木哥的眼睛顿时一眯，紧接着他听到许家烟在那边说道：冬妹姐姐，你看够了吗？是不是在偷偷和我比谁的身材更好？白木哥一声冷哼，他还真的比了。随后许家烟抬起右手，对着摄像头竖了个中指。姐姐偷窥别人，真的很不礼貌呢。看着那中指，白木哥又是冷哼了一声，自言自语：真不怕自己没法活着回到华夏吗？在白大小姐看来，自己想要在缅因玩死许家烟，起码有100种方法。许家烟收起了中指，又换上了一副诚恳的表情，说道：姐姐，你知道了我的身份，看在无忌的面子上，请帮我保密。等看到改头换面的许家烟之后，苏无忌愣了愣。面前是一副普通女人的形象，眼睛不大，发际线略高，皮肤微微发黄，脸上还有不少痘坑，属于扔到高峰期的地铁站里就不可能再找到的类型。甚至连那劲爆的身材也是被某种东西束缚住了。虽然说某些维度不至于平平无奇，但也顶多是亚洲平均水平。苏无忌说道：缠得那么紧，你不嫌勒得慌啊？你这么一说，好像的确是有些胸闷。许家烟直接伸出双手揉了揉胸口，说道：要不是本身太大了，实在乐不平，我都想装成一个男人。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那你还缺了点东西？许家烟难得没有用骚话接住，而是指了指身后的房间，小声说道：喂，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摄像头？苏无忌叹了一声：我没注意，但是猜到呢。那个冬妹到底是谁？为什么要监控我们俩？许家烟娇哼了一声：难道她真怕你在这睡了我？苏无忌摇了摇头：我也不清楚，也许他的占有欲超出想象的强，也许他的立场没那么明晰。许家烟说道：我怎么觉得你的语气里似乎有些惆怅？苏无忌说道：感觉有点乱，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但他一定不是个坏人。揉了揉太阳穴，他似乎有点头疼。白木哥借刀杀人那一手玩得实在是太漂亮，也太熟练了，实在是让苏无忌控制不住的多想。两人从赌场找了一台摩托车，骑着一路离开。白木哥站在窗口，举着望远镜看着苏无忌坐在后座上，双手搂着许家烟的腰，苏小季似乎都要顶在对方的屁股上了。
搞什么贴得那么近，就不能骑2台车吗？白木哥把望远镜随手一扔，坐回了沙发上。不过这一次他的心明显没那么静了。想了想，他打了个电话。只不过在拨号的时候，白木哥同时还打开了变声软件。叶皇大人，好久没听到您的声音了，让我很是有些想念。一道声音响起，您的忠实朋友吴伦向明问好。吴伦，如果苏无忌在这里听到这个名字，怕是会非常意外。这是缅因的头号通缉犯，是克钦帮反叛军的首领，而今天来到赌场闹事的将军哥杜拉，只是反叛军里的3号人物而已。哥杜拉来到我的赌场闹事，你敲打敲打他。白木哥说道。变了声之后，他的声音显得很低沉，很明显的沙哑，好像撒哈拉的滚热沙子飘在嗓子里。是，乌伦将军说道。要杀了他吗？居然一出口就要弄死自己的得力大将，足可见叶皇在吴伦的心中有着怎样的压迫力。之前白木哥还对苏无忌说哥杜拉早晚取反叛军老大而代之的话，显然不是事实。白木哥说道。不用，我留着他有用。吴伦说道。具体该怎么用它，请叶皇大人指示。白木哥淡淡道。派哥杜拉去一趟佤邦新城贸易园，有个占地30亩的小厂区，里面有你们最紧缺的东西。吴伦一听，语调里立刻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波动。谢谢叶皇大人。白木哥淡淡说道。但能不能拿回来，得靠哥杜拉的本事了。吴伦闻言吸了一口气，随后道。我明白，谢谢叶皇大人提醒。挂断了电话，白木哥再度举起了望远镜，却已经看不到苏无忌和许家烟的身影了。眯眼摇了摇头，白木哥淡淡说道。对不住了，杜卡罗。杜卡罗释放了晨曦，以换得白木哥出手，可是后者却不仅没出手，反而要把杜卡罗亚洲总部的人全部送上断头台。要是白旭阳在这里，又得骂自己的老姐没人性了。随后他走到了衣帽间，打开了一面柜子。在柜子里有几套作战服，还竖着放着好几把颜色不同、宽窄不一的唐刀。白木哥换上了一套深紫色的衣服，做好了蒙面和伪装，然后拿起了一把黑色细长唐刀，照了照镜子。本想借你和迎月的手除掉杜卡罗总部，但……白木哥轻轻自语。他已经换好了一身作战装备，显然是改变主意，准备亲身参与了。随后白木哥走上了天台，从这天台上有一条简易廊桥，通往另外一个厂房顶端。白木哥走过廊桥，到了另外一个天台上，打开常年锁着的门，沿着阶梯走了下去。然后他便没有再出来。苏无忌被许家烟带着，一路来到了佤邦新城贸易园。道路的路况挺好的，就是这女人骑车的时候，总是时不时的故意急刹，让苏小季总是顺着惯性往前撞。这一会儿已经有好几台大巴车来到这儿，但是把人放下就离开，和赌场那边的情况还不太一样。从这边大巴车上下来的人，大部分的经济条件都显得没那么好，衣着朴素，个个都拉着行李箱，有不少人面黄肌瘦，脸上还有着很明显的青紫伤痕。许家烟说道。这应该都是被跨国诈骗集团骗过来的，当然也有想要发大财自愿过来的。他们下车之后便排着队被押着进入了各个厂房，至于还能不能出得来，全看他们的命。
够不够硬了。苏无忌问道。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华夏人，这么大规模的拐卖行为，你们银月不管管？许家烟说道。缅因北部的情况错综复杂。苏无忌知道，对付这种大规模跨国诈骗集团，从官方的角度来说，其实没那么简单。毕竟，派特种部队直接进入邻国作战，造成的国际影响着实有点大。前期需要做极为充足的准备工作才行。但是从私人的角度来说，就很好办了。只要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够强悍，就能直接冲进来暴力抢人。许家烟扭头看着苏无忌，若有所思的样子，说道：怎么，再想办法对付这些诈骗集团？苏无忌咧嘴一笑，也没细说。来都来了，确实挺想玩一把黑吃黑。许家烟骑着车在园区里逛了一圈，不少厂房门口的持枪警卫都带着警惕的目光看着他们。苏无忌忽然拍了拍许家烟的纤腰，说道：杜卡罗的亚洲总部就在前面那个小厂区吧？在园区中央有一个大概占地只有30亩的小厂区，里面只有2栋面积不大的厂房。这体量和其他诈骗集团的窝点相比，实在是够不上规模。透过栅栏围墙可以看到，里面有着全副武装的白人队伍在巡逻。这武器配备的水平极为专业，远超其他诈骗集团。许家烟说道：把亚洲总部隐藏在一群混乱的诈骗集团中间，还挺有想法的，确实很难找出来。苏无忌说道：我说杜卡罗这些猎杀者怎么能那么快地进入华夏，还能那么迅速地撤出来？原来就待在离国境线这么近的地方。看到那些巡逻队伍的警惕目光已经扫了过来，许家烟说道：咱们先回去，等天黑了再动手。然而厂区了的白人巡逻队却已经把枪口对准了他们，用英语喊道：你们俩停车下来。